自从人类出现，估计一共有1080亿人。这个数字大约以每年0.8%的速度增加。人类死亡后，他们的尸体怎么办？地球会不会有一天没有埋葬之地？当人的心脏停止跳动，身体在分解前要经历几个时期，在死后的几分钟内，血液开始在身体的底部沉积。通常8至12小时后，表皮出现尸斑，或称死后乌斑。人体肌肉在死亡时会完全放松，在前期肌肉萎缩的情况下，尸体会在2至6小时后僵硬，也就是尸僵。这种僵硬通过肌肉扩展，其速度与年龄、性别和周围环境有关。尸体的温度也会变化，通常会降温至环境的温度。接下来开始腐败，这个过程就是细菌和昆虫分解尸体。许多因素会影响分解快慢，但是环境对尸体腐烂的影响有规律，它被称为卡斯波规律。即其他因素不变，空气中尸体分解速度是进入水中的2倍，是埋入土中的8倍。土的酸度对骨骼的保留影响很大。pH 值小于 5.3 的高酸度土会迅速分解骨骼，而中性土或 pH 值大于等于7的土，骨架能很好的保留几个世纪。不同文化发展出独特的埋葬方式。很久以前的穴居人的埋葬方式，死亡伴随着一种仪式，比如尸体的位置、染色和装饰。在传统的基督教葬礼上，尸体穿上服装，而传统的穆斯林葬礼，尸体用仪式用织物包裹，面向麦加方向。在传统的印度教葬礼上，会将尸体火化。索罗亚斯德的教徒，最古老神教之一的追随者，传统上把尸体放到塔顶，由太阳暴晒，任由鸟类啄食。工业革命以前，埋葬是简单而容易的。目前人口密集地区的合适墓地已经快要用完，购买私人墓地是非常昂贵的，很多人负担不起简单的葬礼，甚至火化，世界上第2种最普遍的埋葬形式，也需要很高费用。至于有没有埋葬空间的问题，其实这与地球总体土地面积关系不大，因为大量的人口集聚在城市内。世界上的大部分大城市在1个世纪内，合适的墓地就会用尽。对伦敦来说，甚至更快，可能在2035。那么，有可替代方式解决墓地空间问题吗？在一些国家，高楼墓地可以垂直埋葬更多逝者，一些方法集中在尸体与环境的关系方面，例如冻干和磨碎尸体，做成粉末，和氧气与水混合制成肥料，也有采用特殊材料的绿色埋葬，比如生物降解骨灰盒，可以长成树的骨灰瓮，可以生长蘑菇的骨灰装备。永生珊瑚礁将这一想法带到了深海，用骨灰和水泥混合，可建造海洋生物的栖息地。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，可是如何埋葬和处理尸体一直在发展。我们可能有不同的信仰、宗教或者实际的死亡方式。可是，对于埋葬空间的持续需求，使我们对人生最后一阶段后尸体的去处有更多有创意的想法。TED-Ed 致力于为使用多种语言的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免费的高质量教育内容。通过向我们的 Patreon 捐款来帮助支持我们的非盈利使命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此频道。